朋友们，现在的 AI 工具是不是越来越重了呀？动不动就是几个 G 的虚拟环境哈，写两行代码就要耗掉几十块钱的 token。有的时候呀，我就在想，我们到底是 AI 的主人呢，还是给英伟达和大模型公司免费打工的哈？所以今天啊，我就找了4个开源项目，看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哈。首先，大家心里一定有个疑问，我这台电脑啊，它到底能不能跑本地 AI？去网上查显存计算公式呀，算了半天啊，好不容易下载一个20G 的模型，结果一运行直接死机，白白浪费了一下午。所以第一个项目叫做围棋 LLM， 它是一个极简的本地测试跑分工具哈，不上传任何隐私，点开就用，我们直接来安装。安装方式其实有2种了，一种就是用包管理器 UV 哈，我个人非常推荐，速度非常的快。但如果你现在的电脑里面没有 UV 呢，但是安装了 Python 哈，那么我们就用最传统的 PIP 来安装，输入命令并且回车，好了哈，装完了。现在我们直接在终端里面输入它的名字，然后回车，看到了没有？速度极快，它瞬间就把我的 CPU 归给 GPU 显存大小哈，全部载了一遍，然后直接打印出了一份最适合我这台电脑满速运行的本地开源模型前10名。你看我这台电脑跑出来的结果哈，推荐的基本上都是些2B 到4B 的小模型了，比如说这个前文的轻样版哈。如果你看中了哪个模型啊，按住键盘上面的 Ctrl 键，用鼠标直接点击这个模型的名字哈，浏览器就会直接带你跳转到HuggingFace的下载页面了，搜都不用搜。这时候有人可能要说了哈，我想换显卡，但是我不知道换了之后能跑多大的模型呢？莫非要买了才能够测？当然不用了哈。比如我想知道，如果我一咬牙哈买了一张24G 显存的4090，那么我这台电脑它能够带得动什么大模型呢？我们只需要在命令的后面带一个参数哈 ，RTX 4090，你看这就是金钱的力量了哈，它自动把我现有的 CPU 和内存套入到了 RTX 4090的显存模型里面。现在推荐的本地模型，它最少都是10个比100亿参数起步了哈，模型越大越聪明，能力越强。在买显卡之前呀，用这个命令先摸一下底哈，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好了，知道自己能够跑什么模型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优化一下 Windows 的开发环境哈。很多朋友在 Windows 上面写代码或者配置 AI 代理的时候啊，经常需要用到 Linux 的命令，比如 cut 查文件、给雷普文本过滤哈。以前大家怎么做呢？装个 WSL， 也就是 Windows Linux 子系统啊，一启动内存直接吃掉4个 G 哈。本来电脑配置就低，这一下直接卡了。微软他们自己也看不下去了哈，就重写了一套工具链，叫做 CoUtils 哈，这是一个不到5兆的单文件，不需要任何虚拟化，直接在 Windows 里面原生跑 Linux 命令。但官方呢，它有个硬性的要求哈，推荐在 PowerShell 7.4 或者更高版本里面运行，不要用系统自带的那个旧版的蓝底 PowerShell 哈。我们先来查看一下当前系统的版本。可以看到我的电脑上面，它第一行显示的版本是 5.1 哈，太老了，不要慌，我们来升级它。你可以用微软自带的 WinGet 一键升级哈，但是我今天带大家用最稳妥的手动安装。我们直接去微软官方的 GitHub Release 页面哈，这个最上面的是 7.7 预览版哈，我们不当小白鼠，直接往下面拉啊，找到最新的这个稳定版 7.6 啊，点击显示全部文件，在里面找到 win-64.msi 这个安装包哈，点击下载。双击安装包，一路点击下一步，保持默认，安装完成了。好了，我们现在打开这个崭新的 PowerShell 哈，接着我们去 CoUtils 的 GitHub 页面哈，把那行 WinGet 的安装命令给它复制过来，粘贴进去回车。好，报错了，系统找不到 WinGet 的命令。很多精简版 Windows 或者是没有更新彻底的系统呢，它经常会缺这个组件哈，那么没有关系，我们一行命令修复它，先把官方 WinGet 安装包下载到本地临时目录。然后直接进行安装。好了，我们再来一次回车哈，这一次成功了。系统它会问你是否同意协议哈，我们输入 Y 回车，弹出一个系统安装的确认对话框，直接点击 Yes。注意看右下角 ，Windows 安全中心可能会弹出一个提示哈，未经授权的更改被阻止了。这是因为这个工具它太底层了哈，我们点进这个通知，点击操作，选择允许就搞定了。我在当前目录下面哈，通过命令快速的生成了一个文本文件来演示一下。接下来我不使用 Windows 的命令哈，直接用 Linux 的 cut 命令来读取它。
内容瞬间秒出哈。接着我再用经典的格雷普工具哈，过滤出包含 Windows 的那一行，可以看到这个终端里面它精准的标出来了哈，非常的流畅，完美运行。以前你要在 Windows 里面用这些命令呢，要启动那个吃好几个 G 内存的 WSL 哈，现在我们仅仅用一个不到5兆的原生单文件，按下回车就搞定了哈。很多整 AI 智能体的朋友哈，为了让智能体24小时在线挂机，专门去买了个几千块钱的 Mac mini 哈，或者租很贵的 VPS 跑那个 OpenCloud。那个东西呢，大家都懂哈，环境重得像头牛，稍微跑2个 Agent 那个内存哈，就要占掉好几个 G。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 Pico Cloud 哈，不需要任何第三方虚拟化依赖，单文件运行，内存10个兆都不到。比起 OpenCloud， 它直接省去了 99% 的内存开销。我们直接去这个 Pico Cloud 的官方网站哈，它提供了 macOS、Linux 哈，还有 Windows 这些版本。我就点击下载 Windows 版本的压缩包，解压出来后你会看到这里面它是一个启动.exe 这么一个文件。好，双击运行，它会自动弹出一个本地网页哈。因为是第一次进来呢，这个系统它会要求你设置一个初始密码，我们设置一下，然后登录进来。这个 UI 界面非常的干净哈，我们先点击左侧导航栏的模型，然后再点击添加模型，你会发现不管是 OpenAI、谷歌还是 DeepSeek 千问哈，只要是市面上叫得出名字的提供商它全部原生支持。你把在提供商那里申请的得到的 API key 给它填进去就可以了。如果你用的是它预设的模型直接填 key 就可以用。这里提醒一下哈，如果你的网络环境不好，添加模型的时候，最好点击下面的高级选项，在里面配置一下你的代理哈，防止那个连接超时。再来看频道菜单，它支持连接飞书、微信、QQ、钉钉和 Discord 这些各种软件哈。也就是说，你可以直接在微信里面和你的本地智能体对话，让它帮你做事情了。它内置了7个核心技能哈，比如浏览器自动化，让它去帮你跑网页GitHub 联动哈，本地硬件读取还有控制、提取、总结、长文本这些东西哈。如果你嫌不够用呢，可以去网上找别人写好的技能包，一键给它导入进来。在工具库这里面哈，你可以看到文具系统控制、自动化任务开关这些东西它的网页搜索呢还集成了百度、谷歌这些主流的搜索引擎哈。有了这个小东西哈，你甚至可以把它放在一台不关机的老电脑上面哈，让它24小时在后台帮你自动的看新闻、发微信、报天气，自动帮你去 GitHub 提交代码哈。前面配置了跑分、环境还有 Agent 最后我们要解决一个最痛最烧钱的问题 ，token 费用暴涨。很多人他都在用那个 Coils、VS Code 或者谷歌推出的开发平台 Antigravity 这些 AI 编辑器它好用是好用，但是有个致命的毛病，就是你随便问一句话它就会把项目中几千行代码还有历史对话全部打包发给大模型，1万个 token 瞬间就没有了，一天下来那个 API 都不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有个项目叫做 LinCTX 这是一个提示词上下文优化器，它能够在后台自动对你要发送给 AI 的代码还有文档进行深度的脱水和压缩，去掉多余的垃圾最高能够帮你省下 90% 的 token。我们去它那个 GitHub 页面下载这个 Windows MSVC.zip 的这个压缩包解压后里面只有一个单文件我们要把这个文件呢移动到一个固定的文件夹里面去比如说我这个随便你，然后我们要把它配置到系统的环境变量里面去，在 Windows 搜索框里面输入环境变量，打开它，在系统变量里面找到这个 pass， 然后双击打开，点击新建，把刚才 linctx.exe 所在的文件夹路径粘贴进去。一重确定，双重确定。今天我就把这个工具连接到谷歌的 Antigravity IDE 为例为了保证我们100%的连接成功呢，不报警那么我就在安装之前先用这行命令强行删掉这个可能存在的配置文件删掉之后再自己手动创建一个干净的本地配置文件。好了，现在直接在命令行运行安装配置命令系统第一步会问要安装哪个级别，一共有3个精简、标准还是完整安装，我就输入2并且回车选择了标准安装它会自动在后台去扫描你电脑里装的各种 AI 客户端并且配置上关联上。第5步来到了，他问我是不是要启用 API 代理，输入 Y 回车第8步问我要不要匿名分享数据大可不必，就输入 N 回车。第9步问是否要开启自动更新，每6个小时检查一次，不需要它在后台联网输入 N 回车。第10步也是有3个选项最低、标准、全部，
问要安装多少工具的数量哈，我直接输入标准并且回车。第11步，这个是选择压缩的强度哈，也就是省脱坑的力度，依然输入标准哈。如果你想省到极致，也可以输入最大。回车啊。第12步，问是不是要开启归档，这个直接回车，选择默认的 yes 就可以了哈。好了，全部配置完了，我们现在来确认一下安装状态。输入这个命令啊，可以看到出现了一些红色的叉叉。首先，下面这部分 LSP 显示未安装，这个大家呢都不用管了哈，直接忽略。这是用来做高级代码重构辅助的哈，不影响我们省脱轨的核心功能。但是上面它这一行呢，有一个显示技能没有安装哈。为什么会缺这个技能书呢？这是因为刚才啊，我在第一步的时候啊，选择了标准安装，只有完整安装呢，才会自动给你释放这个技能书哈。如果你想使用完整模式呢，再重新运行一下初始化命令就可以了。现在把本地的 Web 服务给它跑起来，自动弹出了浏览器哈，显示本地网页。当你打开工具跟 AI 聊天写代码的时候啊，在这里就可以看到非常详细的记录了，节约了多少百分比的 token， 今天一天又帮你省下了多少 API 费用哈。好了，这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了哈。从1秒摸底旧电脑配置，到替代那个体积庞大、启动缓慢的 WSL， 再到挂机多智能体哈，以及最后在各大 AI 编辑器里面省下大笔 token 费用的4个项目哈，都实打实的帮我们解决了问题。别忘了给个点赞哈，我们下期视频继续再见。